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小木，今天教大家秘密花园系列生蝶两坑罩衫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分为前片、后片、袖子、包边和丝带这几个部分。先来学习后片，分成了身体和胸片两部分。身体采用编织下针编起针的方法来回往返编织。下面了解一下图解，这里我以任意尺码图解为例，最终图解以拿到的实物为准。图解都是这样的格子形式，一个格子表示一针，对应编织时的一个线圈。数行数或者每圈针数时，就数格子数量，然后与棒针上的线圈数量对应。有省略符号的位置为省略区域，这里用到的针法在图纸上都有相应标注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箭头表示编织方向，正面均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反面则是从左往右看图解。同时，反面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首先，织身体先起针，采用编织下针编起针方法，具体织法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首先取出对应线材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没有特殊情况时，开始预留10厘米左右，方便后面藏线头。左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个就是编织的基本姿势。第一针起好后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，右手食指带线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这是第二针，继续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这两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三针，注意线不要拉得太紧。继续起针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四针，每次入针都是在两个线圈之间。继续编织，编起下针。
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这个就是编织边起下针的方法。起针完成后，接着织第一行。想让这里针数较少，主要也是方法。对照图解，这里我以小码为例演示，编织大码的可以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对照图解编织。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从右往左看图解。开始对照图解织一针下针，转入线圈编织。继续织一针挂针，将线从前向后挂在右针上，挂针就完成了。接着织一针右上2针并一针，先将左侧一针以下针的方式挑下不织，左侧线圈织一针下针，再将不织的一针挑下，右上2针并一针完成，后面简称右上并针。可以发现右侧的线圈在上方，继续织一针下针，可以看到下面形成这样的辫子纹理。接着织一针左上2针并一针，右针先从左向右同时穿入这2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这样左上2针并一针就织好了，后面简称左上并针。可以发现左侧的线圈在上方，继续织一针挂针，往下对照图解编织。最后一针织下针，第一行完成。最后这个线圈较大，可以收进线头。接着织第2行，翻面，在反面编织，从左往右看图解。全部是下针符号，这里反面编织相反针法，织上针。遇到挂针，同样对应织上针即可。往下织完这一行。第2行完成，继续织第3行。开始织2针下针，一针挂针，下面是中上3针并一针，先从左往右同时挑下这2针，然后织一针下针，再将挑下的这2针盖过这一针，中上3针并一针完成。可以看到中间的这个线圈在最上方，继续一针挂针，一针下针，
对照图纸往下编织。我再演示一次中上三针并一针的织法。先从左向右同时挑下这2针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再将挑下的2针盖过织的1针。中上3针并一针完成，继续对照图纸织完这一行。第3行完成，后面的第4行按照第2行的织法，在反面对应织上针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后面继续对照图纸往返编织，注意挂针及并针的位置不要织错。反面一行全部织上针。这里教大家数行数的方法。找到这样上下连续的辫子，一个辫子表示一行，从第一个辫子开始数，有多少个辫子就表示织了多少行。棒针上的线圈不算一行，小样这里织了4行，这个就是数行数的方法。这样身体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胸片。第1行先在右侧腋下收针，然后继续编织花样。下一行开始同样腋下收针，然后在两侧通过收针的方法减针。这里收针减针的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学会方法后对照图解编织，请看演示。我用这个小织片讲解方法。第1行开头要连续收掉几针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，有几个收针符号就表示收掉几针。我这里是要连续收4针。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。开始收针。第1针可以织滑针，也可以织下针。这里我织滑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接着将前1针盖过后1针，这样就收掉了1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都是织下针收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收1针，继续边织下针边收针，一直织到记号扣右侧只剩下1个线圈。我这里剩下2个线圈，需要再收1针。现在记号扣右侧只剩下1个线圈，也就是第4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1针也收掉。
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直接编织下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需要对照图纸编织，织完后将第4针也收掉。这样图解上的4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，编织前这个线圈要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动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现在第1行就讲完了，继续织第2行。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开头也要连续收掉4针。先用记号扣隔开，开始收针。同样，第1针可以织一个划针，也可以织上针。这里我织划针，再织一个上针。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一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编织上针边收针，继续编织上针边收针，一直织到记号扣右侧只剩一针，这里我们再收一针。现在记号扣右侧只剩一针，也就是剩下第4针的线圈，将这一针也收掉，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也是最后这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在反面我们这一针织上针，收掉第4针。实际编织时，这一针的具体针法要对照图纸编织，这样图解上的4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这个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，编织前这个线圈要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动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。
接下来在正面收针，方法和第一行这里相同。在反面收针，方法和第二行这里相同。我再演示2行。继续至第3行，这一行开头要收掉2针。先收1针，正面要织下针收针，再织一个下针并收针。注意，当收最后1针时，要织的这一针针法要根据图解来编织。有时花样特殊，这里不一定是下针，大家不要织错。反面也是一样。现在我就收掉了2针，继续织完这一行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4行。这一行开头也是收2针，先收1针，反面织上针收针，再织一个上针并收针。这样就收掉了2针，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现在我就织好了第4行。如果两侧只要收1针，方法就和前面收第1针的方法相同即可。这个就是腋下收针的方法。腋下减针完成后，继续不加不减编织，中间需要留出领窝，结尾需要在两侧引反形成斜肩。这里我大概讲解一下编织顺序。织完领窝收针的前一行，分左右肩编织，这里的左右是衣服穿着时的左右，先织右肩，在领口一侧减针，右侧不加不减，接着引反编织，结尾进行修针，然后在领窝位置接线收针，编织左肩，领窝一侧同样减针，左侧不加不减，结尾引反编织，最后同样修针。这里领窝减针、肩部修针及引反编织的方法，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大家可以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对照图解编织。我们来学习一种比较常用的领口减针，也就是通过织浮针来减针，从而形成需要的弧度。假设这是一个前片领口，因此这一侧就是左肩，这一侧就是右肩。有时肩部需要引反，这里没有引反，只讲解领口减针。我们先织左肩，这个图解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首先织领口第1行，这里也就是先织13个下针。如果针数较多，大家可以先用记号扣将
这些针数隔开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第一行，剩下的线圈暂停编织。接着织第二行，第二行在反面编织。可以发现这一行开头要连续收3针，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。开始收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。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再收一针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。记号扣右侧还剩一针，也就是第3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收掉。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直接织上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要对照图纸编织。织完后，将第3针收掉。这样图解上的3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。编织前，这个线圈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洞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。接着织第3行，对照图解，全部织下针即可。我已经织好了，继续织第4行。这里开头只要收2针，方法和第1行相同。先织一个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，收掉一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掉一针，线圈稍微拉紧，接着全部织上针，并将第5行也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5行，继续织第6行。
这一行开头只要收1针，方法和第一行收第1针相同。完成后，全部织上针，剩下的第7行和第9行都是全部织下针，第8行和第6行相同，开头收1针，第10行不需要收针，正常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这10行，最后应该是剩下6针。这里标注的是休针，也就是需要将这些线圈临时固定一下，我们可以用零线临时固定。线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，就预留15厘米左右剪断即可。注意防止线圈滑脱。左肩就织好了，接着织右肩。编织前，我们需要先在中间收掉9针，可以用记号扣隔开。重新取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微拉小线圈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收掉1针，再织1个下针，收掉1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，继续将剩下的几针收掉。同样注意，收最后一个线圈时，织的这1针就是这个收针符号左侧第1针，要对照图纸编织相应针法。我们这里继续织下针并收针。完成后，从第2针开始，将这一行织完，然后在反面将第2行全部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2行，继续织第3行。开头连续收3针，
可以先织一个滑针和一个下针，收掉一针，继续织下针收针。现在3针就收好了，继续将第3行织完，并织完第4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，第5行开头要收2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开头2针相同。往后第7行和第9行开头都是收1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收第1针相同。我继续将右肩剩下的部分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右肩，这里也应该剩下6针，并将这6针临时固定好。这样，这种领口减针的方法就讲完了。在右侧留针的引反可以看到，这里需要引反6行。第1行在反面编织，结尾预留5针不织，我已经织好了。第2行在正面编织，先在右针上像这样织一个挂针，然后织一个滑针，接着一一对应织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3行。这一行结尾除了开始的5针，还要再预留4针不织。注意，这个挂针不含在内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4行。编织方法和第2行相同，先像这样挂一针，然后织一个滑针，接着对照图纸正常织完这一行。接下来的第5行，结尾要再留4针，同样挂针不算。第6行编织方法也和第2行相同。我继续将这2行织完。
现在我这个引反的行数已经织完了，最后需要再织一行，消除行差，简称消行。先一一对应织上针，一直织完挂针的前一针。完成后，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先交换位置，然后合在一起，织一个上针。后面每次织到挂针位置时，都要将挂针和左侧一针交换位置。再合并织上针。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现在消行已经完成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正面的效果，这个就是反面的效果。在左侧留针的引反，可以看到这里需要引反6行，第一行在正面编织，结尾预留5针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。第二行在反面编织，先在右针上像这样织一个挂针，挂针不要太松，然后织一个滑针，接着一一对应织上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3行。这一行结尾除了开始的5针，还要再预留4针不织。注意，这个挂针不算在内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4行。编织方法和第2行相同，先像这样挂一针，
然后织一个划针。接着对照图纸正常织完这一行。接下来的第5行，结尾要再预留4针，同样挂针不算。第6行编织方法也和第2行相同。我继续织完这2行。现在我这个银反的行数已经织完了，最后需要再织一行，消除行差，简称消行。先一一对应织下针，一直织完挂针的前一针。完成后，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合在一起织一个下针。后面每次织到挂针位置时，都要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合并织下针。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现在消行已经完成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正面的效果，这个就是反面的效果。有时候为了使两侧的行数相同，还要再织一行，大家具体根据图解编织即可。到这里，后片部分的编织就讲解完毕。接着学习前片，采用编织下针编起针的方法往返编织，同样分为身体和胸片，织法与后片类似，只是花样不同。中间部分需要织出浮针花样，用到的先针法是下针划针和上针浮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浮针花样的织法，已经完成了起针，针数较少，先织第1行，开始对照图纸织下针。小样这里当做编针，大家也可以扣交扣区分。没有交扣，可以用回形针或别针代替。到了下针划针位置，V 的下方没有一横，表示下针，对应这一针下针。
继续至5针下针。做好标记。中间3针对应至下针。下面在下一个浮针花样位置对应至下针。最后织边针。第1行完成，接着至第2行，开始边针位置对应至上针。到了下针划针位置对应至划针，这里是反面，将线放在针的上方，从右往左挑一条线圈，划针完成。左侧是上针浮针的尖端，有一横表示上针，这里反面至相反针法至下针，注意将线放下来。继续织划针，线放在针的上方，挑一条线圈，划针完成。继续织一针下针，一针划针，一针下针，浮针花样位置就完成了。中间3针对应至上针。下一个浮针花样位置，按照之前的方法编织。继续织边针。第2行完成，继续织第3行，先织边针。到了划针位置，织下针。左侧是上针浮针，将线放在针的上方，从右往左挑下线圈，
上针扶针完成，后面剪成扶针，继续织一针下针，一针扶针，一针下针，一针扶针，三针下针，继续编织花样。这里可以按照纹理编织，上针纹理对应至扶针，下针纹理对应至下针，完成后织边针。第3行完成，接着织第4行，先织边针，到了花样位置，上针纹理编织扶针，下针纹理织下针，中间对应至3针上针，继续织花样。最后织边针，花样后面就按照这种方法编织扶针花样。花样部分完成后会形成前后的2层。大家对照图纸，结合后片的演示，将领窝之前的行数完成。到了领窝位置，按照后片领窝数的方法编织，先织左肩，完成后与后片对应的左肩一起合并收针。收针时，将后片修针的线圈穿到棒针上，然后在反面一起收针。具体收针方法，请看下面视频演示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2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2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2个织片的线圈，
至下针进行扶针收针。两个支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支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2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1个线圈，至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支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2个线圈，至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2个支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，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接着在领窝收针，然后编织右肩，最后与后片肩部合并收针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领窝收针位置有些特殊，扶针花样部分需要2针一起收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收针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按演示，实际大家先接线边织下针边收针，小样已经收到了花样位置前。开始下针位置，正常收针。遇到这样一针上针一针下针的位置，同时穿入这2个线圈，这一针下针，收一针，继续2个线圈合并收针。左侧同样2个线圈合并收针。下针位置正常收针。
花样位置按照之前的方法，两个线圈一起合并收针。继续收完领窝位置。后面的织法与后片对应位置类似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小样就不继续往下收了。收针完成后，正面全部是下针纹理，这个就是领窝位置的收针方法。大家对照图纸将其完成。最后将身体侧边缝合起来，看一下。身体下方需要留出部分距离不缝，具体的长度可以参考结构图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调整。上方到腋窝位置缝合起来，按照行与行的缝合方法无缝缝合，注意两侧行数不同，按照长度进行对应。缝合时注意调整。具体缝合方法请看下面视频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，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，首先找到边缘第一针。边缘第一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，第一种是滑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滑针，只是滑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三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四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一针左侧就是第二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二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二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二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
这个就是第2针。这一列就是第2针，正向线圈。这2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是划针，同样，这2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2个织片上，挑边缘2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2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2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到这里，前片就讲解完了。接着学习袖子，分为
袖身和袖衫两部分。袖身采用编织下针编起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编织花样，方法与后片花样类似。袖身两侧需要加针，用到的针法是右加针和左加针，具体织法请看下面视频演示。下针右加针。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然后继续穿入这一针的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下针又加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在一个辫子内织出了2个线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下方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起这个线圈，再织一个下针即可。下针左加针。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找到线圈下方第2个辫子，左针从左往右挑起这个辫子左侧一根线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左侧这一针就是加出的一针，这样下针左加针就织好了。袖身完成后织袖衫，在两侧减针，方法与腋下减针方法类似。大家参考之前的演示，对照图纸将袖身和袖衫织完，最后编织下针编扶针收针，具体收针方法请看演示。编织下针编收针，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织下针进行收针。
现在还剩一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完成后，正面朝外，将袖身侧边缝合起来。方法与前后片身体缝合方法相同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最后将袖衫与胸片袖洞位置缝合起来，注意腋下位置对应，织片均匀对接。腋下位置缝合，按照针与针的方法缝合。袖衫侧边与胸片侧边，按照行与行的方法缝合。袖衫最后一行，按照针与行的方法缝合。具体缝合方法可以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学会后，将袖衫缝合好。针与针都是收针状态下常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可以将其中一个织片结尾预留长线头，将线头穿好缝针，位于后侧，从靠近自己没有线头的织片上出针，也就是从边缘这一针的中间出针。再从后面这个织片边缘一针的中间出针。然后每次都是从前面这个织片上挑8字。从后面这个织片上挑倒8字。缝几针后，可以看一下缝合的位置形成了辫子纹理。如果拉紧，就成了无缝缝合。
看不出缝合的痕迹。大家可以根据喜好决定是否拉紧。我继续将这里缝完。这样就缝好了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到这里，袖子就想接完了。最后学习包边，在领口、袖口、前后片起针处及侧边绕圈编织包边，方法相同，都是在反面边挑针编织包边。拐角处弧度尽量圆滑，最后将首尾缝合起来。大家可以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将对应位置的包边编织完成。具体织法请参考下面视频演示。首先编织下针，编起3针。然后织3针下针。接着取出织片，将织片翻到反面。大家实际可以从前后片起针位置开始编织。想让这里从领子收针位置开始，从反面穿入织片边缘洞眼，挑1针，
起针处同样挑边缘动眼，挑针即可。然后将右侧第2个线圈盖过挑的一针，并挑下，这样就收了一针。接着将线圈挪到右棒针右侧，继续织3针下针。第1针可以稍微拉紧，然后在织片左侧继续挑1针，收1针，继续挪线圈，织3针下针。挑1针，收1针，看一下包边形成这样2列辫子。大家这一小段可以平铺看一下，织片边缘是否平整。如果过紧，需要缩短2次挑针之间的间隔；如果出现褶皱，需要加宽挑针间隔。大家根据自己的手松紧进行调整。继续往下织。最后一次线圈挑下后，预留20厘米线头断线。最后还需要进行缝合，线头穿入缝针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先找到起针处最下方呢右侧2个辫子，这里第1个辫子可能有一些变形，调整一下。这样2个辫子，先从下往上穿出下方右侧线圈，可以将线圈放下来，然后挑上面最右侧下方辫子出针，也就是这样2根线。继续穿入下方右侧线圈，左侧线圈从下往上出针，调整一下，形成这样连续的辫子。继续挑上方左侧辫子穿过，然后穿入下方中间的线圈，左侧线圈穿出，
挑上方左侧大概2根线穿过，再穿入最左侧线圈，可以调整一下。这样包边就缝合好了，将线头在反面打结藏好即可。这样包边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在前片扶针花样位置加上丝带，这里我用样品演示，取出丝带穿入缝针，尽量展开，从起针处穿入花样部分中空的位置，这里从后面或前面都可以，找到一个较大的洞眼，穿入中间位置。穿的时候注意不要调到上下的线圈。丝带尽量平整。丝带不要扭转。一直穿到顶部，找一个位置穿出。然后从另一侧花样中空位置穿到起针处。这里丝带的末端可以放在外侧，也可以放在里侧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即可。然后调整好松紧，
打结。然后根据需要预留丝带长度，末端可以烧一下边，防止脱丝。大家将其完成，这样丝带就完成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就讲解完毕。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素素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